如今啊，手机上的游戏内存是越来越臃肿，从原先的几百兆到后来的几个 G， 再到如今动不动就10几20个 G 起，玩家的手机内存早已被庞大的游戏所占领。其实从塞班时代开始，手机游戏的内存呢并非如此。当年各游戏厂商为了能够在诺基亚里完美的运行自家游戏，绞尽脑汁，用原作不到1%的内存就高度还原了精品大作。比如说经典单机游戏《红色警戒》，这款游戏在电脑端上的内存是几百兆，但当时EA为了能使其在诺基亚上运行，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将几百兆的内存压缩到了几百 KB。如果你对几百 KB 没有什么概念，你可以打开你手机中的任何一张照片，打开照片的详情，你就会发现，现在随随便便的一张照片都有1兆以上。而这款诺基亚时代的红警，它的大小还没有一张照片大。更恐怖的是，在内存大量压缩的情况下，游戏画质并没有得到太大的缩减。相比于腾讯后来推出的红警 Online， 个人认为这部诺基亚时期的产品更加接近于原作，可能是因为它由 EA 自己操刀，品质有把控。那说回到这款诺基亚时代的红警，在它里面会有盟军和苏军各自的主线战役，并且还自带一个遭遇战，你可以跟电脑端一样对作战单位进行框选。当然受限于当时手机的性能，能框选的单位呢与电脑端自然无法相比，但那时的手机屏幕也就那么大，完全够用。而在屏幕上大家也能够看到，左上角是地图，地图的右边分别是金钱数量和电力，在右边就是人员数量和建筑数量。那在屏幕的整个右边则是建筑单位和作战单位，你可以在不用的时候将其隐藏，需要时再通过手机按键调出来。在细节方面，这款手游里是拥有医院、核弹、闪电风暴等特殊建筑，士兵也可以进到房子里将其变成碉堡，在士兵与坦克等作战单位持续战斗后也可以进行升级。不过与电脑端相比，手机只有2级，那像什么天启坦克、灰熊坦克、基洛夫飞艇等应有尽有啊。可以说整个游戏的美术风格与战略逻辑都是从2代的设定上复刻而来。那在诺基亚时期推出过红警以外，EA 在2009年10月16日也复刻了一部新作品，将其移植到当时的 iOS 商店上。那款相比于诺基亚时期的产品更加的精致。最有趣的是，那部作品允许玩家通过 WiFi 或蓝牙进行好友之间的联网。可惜在2015年时 EA 没有对 iOS 中的红警进行更新，之后该游戏就从 iOS 商店中移除，成为了许多玩家的遗憾。如果大家对于这款 iOS 红警感兴趣，子木在之后的时间里会单独给大家出一期视频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我会在之后的视频里多跟大家来聊一聊诺基亚时期的优秀游戏，大家敬请期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